最忠心的人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鼓励渣男的行为，就是选民爱你，你就可以把他晾在一旁；选民打你，你就要回去闻他的手。政治人物是坏蛋，我们是好蛋，但是偏偏这群天使不知道搞什么鬼，选了一群魔鬼。其实政治人物代表的是我们。好，我们今天节目非常荣幸邀请到黄金发博士，欢迎 Prof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作为一个曾经支持西蒙，然后是一个关心进步议程的选民，其实我有很多的情绪跟困惑。我还记得那时候在沙巴州选之后，看到陆兆福说要加速改革，然后过后就接连发生了，应该是前后的事情啊，那时间点我不是特别记得，就是我们的副首相的那个 case 本来 DNA。然后变成 NFA， 就一轮的低落，然后这个 Najib 的那个居家的扣留没有被通过，然后一下子那个情绪又觉得还有希望。我相信很多的华人都是支持希望联盟嘛，那个心情是很波动跟起伏的。直到最近的阿赞巴基的事情跟雪州养猪案的事情，就会有一个很重的无力感。然后我也发现说，在网络上有越来越多人参与到这个批判政府跟骂政府，甚至有些人觉得说，那就不要再投西蒙了。我相信更多人的想法是说，那投票都没有用，因为我们对象很多时候就是所谓西蒙支持者嘛，他们的这个躁动，或者是说他们的这个不安，你是怎么解读这件事情？完全可以理解。我觉得如果我们看回去历史，在2008年之前，有一些人是长期投反对党，他心态是觉得说这个国家我不高兴，那我至少要有人为我出气，为我出头。他能不能解决问题不重要，就是有人帮我喊出来不平之鸣。但是那个时候也有一种无力感，那种无力感就是你怎么投都好，你的选票换不了政府。那么2008那一场意外的政治海啸，让人家看到说，其实你投票可能真的换了政府。到2013微差错过，到了2018终于换了政府。换了政府之后有另一种无力感，就是你刚才说的，因为我们是2018之后有西蒙的政府，2022之后有一个西蒙主导的联合政府。那这个无力感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换政府，但是你未必能够换得了政府的政策，你未必能够改变政治形势。换句话说，不同的行为人，不同的政治 actor， 但是你到那个结果处事可能相差不远，所以的确会有这种问题那我可以简单的说，这关系到我们对政治人物能力的判断。政治人物要贪污是很容易的，要改革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贪污，你要滥权，你是在现成的制度下找漏洞。那这个制度本来就很多漏洞，因为就是那些漏洞让很多政治人物可以存活那么多年，所以你要做同样的东西不难。我觉得我们一直以来相信的东西是，或者是说我们支持阵营相信的事情是，我们靠投票把那个人换下来就能够 settle 这些事情，可以改变这些事情。可是这个被允许的承诺，他们上台了2次也没有完成嘛，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很多的选民就是这个想法是，那投票我都投了对吧？就换了那么多政府啊，你说政党轮替就2县市可以促进这个所谓的越来越好，结果到现在就是还是有阿赞巴基的事情啊，这个深层政府的问题没有解决啊。为什么贪污容易改革不容易？是因为你改革你牵连到整个架构整个形式，所以制度里面其他的行为人要跟你合作配合，至少他们有能力阻挡你。但是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是不是准备接受这样的变化，这就牵涉到社会的形式。所以你刚才说这个大家觉得说我投票我换政府，那我就应该看到改革，这句话对了一半。
就是如果你连政府都不能够换的话，你要改变政府的政策，改变政治架构，基本上是很难的。所以换政府的能力是必须条件，必要条件就是必要条件，但是它不是充分条件。就是有它的话未必发生，可是没它的话就绝对不可能。对 ，OK， 对，所以你要到说我们今天达到了这一步，下一步怎么走？这就是民主转型，就是政权过渡之后，民主巩固或者深化的问题。我们怎么样让公众更有利？那一个想法反过来说，就是反正如果我走了第一步不能达到我的结果，那我第一步是白走的，那你就回头。这样的想法就是，既然我的必要条件不足以成为不是充分条件，那我这个必要条件就没意思。当然你可以这样想，但这样想的话，你就要接受说，过去2018年之前所有东西你都不能够埋怨。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今天觉得说好，换了政府必要条件，那下一步我怎么样改变形势？这就回到去我们怎么看自己。1999年的时候，当时的首相是马哈蒂，他当时面对烈火摩西的浪潮，他就跟选民说：“你要感恩这个政府。”现在也是这么讲。你要感恩这个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为你做那么多东西，你就应该投他之类。当时我草拟了一份声明，然后跟其他评论界的朋友一起推动这个声明，叫做“人民才是老板”。我们用的那个概念很简单，就是人民你纳税，你是国家的主人，你是政府的老板，政府是你的员工。选举是什么呢？选举是 job interview， 面试，然后你有那些候选人，你要选谁是你的权利。那当然，原来的那个员工可不可以重新？因为你这个是每5年你要改选一次，就表示说你的工作契约只有5年。那5年的时候，原任的人要来重新找回这份工作，可以吗？可以。那你有签他吗？没有。那时候我的说法就是，你请政府，就像你是 prepaid 的电话，然后你给了 prepaid 的电话，政府给回你服务，你要欠他恩情吗？没有。那你应该做的东西是，如果他这样好，你下次再请回他就对了。我这样谈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人非常权怒的说，这种是空话，因为你说人民做政府的老板，就只有大选那2个星期，那2个星期大家把你捧上天之后就没有一回事。对，很多人都会觉得，就大选要到了他才会有一些动作。对，那所以我就要谈说，老板其实有2层意义的。古典的说法是衣食父母。第一层意义呢，就是付账的人，签你支票的人，给员工薪水的人，给员工薪水的人。那一个第2层意义呢，是开除、聘请和开除人的人。第1层的意义呢，是一直存在的。你什么时候开始纳税？你不要以为你要工作赚薪水超过多少钱才纳税，不是。你纳税是还没有出娘胎开始就纳税了。因为你妈妈怀着你的时候，她会吃多点食物补品，除非所有东西都是她自己去种回来，去森林里面采回来，去河里面捕回来的，不然都有经过市场，都被政府抽了税。所以你还没有出生就纳税，那到什么时候？你死了还继续纳税，因为你孩子为你准备的棺材，大概也不是他去山里自己砍回来的，你埋的墓地也不是随便找个空地挖下去就埋了。所以这些都会被抽税，所以我们从还没有出世到死后都一直纳税，所以那一个意义的老板呢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如果你只有那个意义的，你做老板就在那个意义上，而你没有办法，最低程度没有办法决定谁来管你的钱，你就是漏产，你不是老板，你是广东人讲的漏产冤大头。所以我们谈那个从只是付钱付薪水的人，到你可以决定要聘请或是裁员的那个人，这个过程就是民主化。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民主的权利进一步？因为你今天可以决定说，
我要请谁来做东西做工，但是你没有办法决定的是你换了做工的人，他是不是改变他的工作方式，他是不是改变他的工作文化。因为我们是代议制嘛，就是说我投了他要怎么做是他的自由，他的选择，或是他的权利。他如果用回你这个 analogy 关于这个老板跟员工，有一点像是现在市场上就是都是一群摆烂的员工。当然有一个员工我曾经寄以厚望，那我选了他之后，还是觉得说，他跟其他的不能说是一样的烂，可是他也好不到哪里去，好像是老板被员工绑架的这种状况。我们觉得他烂，大概有2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跟族群没有关系的，就贪腐这类的滥权懒惰就是决策不周等等，这些东西跟族群没有关系的这种烂，就是一方面是能力，一方面更重要的可能是诚信。另一方面的烂呢，其实是跟族群有关的，就是我们今天觉得这个政府不好，因为他没有成人同卡他没有取消大学的这个入学配额固达制。那反过来说，另一边的人可能觉得他不好，因为他没有把马来人议程推得更远。所以第二个部分先比较容易谈的，我们一般人谈到这个问题的都觉得是政治人物是坏蛋，对，我们是好蛋，因为他会觉得说，你看我们平常马来西亚各族人民相处的多好，我跟我邻居多好，我们互相帮助等等。那这个族群冲突、族群紧张、关系恶化，都是政治人物搞的。我每次听我都觉得有点好笑，因为民主国家的政治人物都是人民选出来的。如果人民这么好，可能怎么会选出这么坏的代表呢？如果人民都很干净，怎么可能会选出这样肮脏的代表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那个问题呢，是一个我们不愿意去处理跟民主有关的问题。我要打个比方，这个比方就是我们可能喜欢吃鸡肉，但是我们不但手无缚鸡之力，更连杀鸡之心都没有。那你要吃鸡肉又不要杀鸡怎么办？你就是去巴萨找杀鸡佬把你杀了，然后你会去煮，然后你就没有心理上过意不去，你不会发我把那个鸡的颈隔断，然后我晚上睡不着发噩梦，你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要说的东西是，民主政治我们看到最坏的很多部分，并不单独来自政治人物本身，是来自选民。我们把最坏的一部分、最黑暗的一部分外包给政治人物。我们要吃鸡肉，但是我们不要杀鸡，我们请杀鸡佬代劳。所以你看到为什么政治人物很多时候会说一些话我们不相信，我们会看不起，那是因为他代表的是另一群选民。那另一群选民看到政治人物觉得很糟糕，因为他代表我们，因为我们不愿意承认其实政治人物代表的是我们。谈人民的时候把人民吹的觉得说，我们都是天使，但是偏偏这群天使不知道搞什么鬼，选了一群魔鬼。事实上不是，我们所有人，政治人物跟我们都是凡人，我们都有好都有坏的一面。那政治人物的重点什么？他们的那个能力，其中一个呢，就是善解人意，他知道我们想什么，把我们要讲不好意思讲的话说出来，把我们煽动起来，然后因此取得权利，然后他们会用他的权利回馈给支持他的人。那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让其他一些选民觉得失望。我觉得这是民主的那个本质，就是我们要看到说，多党民主后面其实代表不同利益集团选民对资源、对价值、对公权力的这个竞逐。我们去抢这些政党在政权夺利的时候，不只是他们夺个人的私利，也代表他们的选民在夺取政府公家的资源和权利。但比如说很像我们现在上一届2022年西蒙是拿最多的选票嘛，当然最后跟国政组联合政府，但它代表的难道不就是这群关心进步一层的选民，或者是讲更白一点，
是更多华人选民支持他吗？是，可是他似乎没有出现像你讲的，他回应他的选民的动作，他反而更多是很像把我们当定存票这样，对，来去照顾国政的选民，比较像是这样。OK， 你怎么解读？为什么你会出现这种问题？政党忽视他的忠实支持者，去追求反对他的人，这个其实是制度的事情，而且是有正面的原因。我们先看正面原因，然后再看为什么你会觉得受伤害，就是因为你爱人，所以被人忽略，被渣男骗了。对OK，所有政府当家的时候，如果他要把国家治理的好，他都不能够只照顾自己人，他一定会要照顾一下不支持他的人，避免这些人造反，避免这些人给他麻烦。但是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这个取决于说，除了当政者的心态，也取决于整个制度的那个诱因架构。但我们最主要的这个诱因架构就是选举制度。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个选民根据他的取向，政治取向排成左到右，那么一个政党是从左边来，一个政党从右边来，那大多数选民是在中间，因为最极左和最极右的是少数。所以如果你这样画一条线左到右，你的选民的分布呢，它是像一个中型高峰，这就是所谓中数选民理论。你的选民会在中间，那么如果你要赢得一半，你从左边过去，那么你要次到中间，比你左的选民不可能跳过去对面，就没有得选了，最靠近就没有得选了，因为你想想看，你是西蒙的，你不爽西蒙，你会去投伊斯兰党吗？很难，就是你是投伊斯兰党，你不喜欢伊斯兰党，你可以投西蒙吗？也很难。如果我们说两雄相争的情况下，你就大概会排除。所以因为你这样的心态，我看死你没有得选，所以你是一定吃亏的。所以在政治上呢，你越忠诚就越没有价值。正面的去看什么呢？就是在最乱局的时候，在大家不知道怎么守的时候，你的选票是最有价值的。因为你反过来你看，如果你住在安全区，好像郭树清的选区，那你是郭树清的支持者，你投你多一票，还是赢啊，他也是分不了多少，不会增加多一点权利啊。你是郭树清的反对者，少你一票他还是赢，多你一票他还是赢，你没有办法把他拉下来。所以你的选票在安全区是无足轻重，但是在危险区就很重要。所以为什么危险区的时候，你看到政治人物特别卖命？我这样说的时候，人家可能会想说，那不是所有制度都是这样子吗？不是。我们做最简单的分法，如果你一边是像我们这样的制度，叫做 first past the post， 头马领先制，只要你比别人赢一个马屁就赢。这种制度呢，就是比别人多一点，但是我不需要涵盖所有人。但是它在实际上呢，反而是逼你趋中竞争。那另一种想法呢，制度的设计可以是比例代表制，就是我们让所有政党，只要你跨过一个门槛，那门槛可能是 2%、5%、1%都好，你跨过那个门槛，你就有代表。那在这样的制度下呢，你就有不同的政党出现，你不会是两个。在这个时候呢，你的政党就没有办法 take you for granted， 他没有办法把你的选票看成理所当然，因为你旁边有其他政党会抢他的选票，所以这样的制度就会出现很多政党。那么这些政党组织联合政府的时候，他们当然要妥协，不然你就没有办法执政。但是你在妥协的时候，你就会战战兢兢，确保说我不牺牲我本身票仓的利益，因为去得太远，我的选民先抛弃我，那我可能为了国家跟我的敌对党联合执政，但是爱国的结果可能就是下一届选举我自己选民抛弃，所以你要平衡的很好。在我们的制度下呢，因为你最关键的是要确保你能够赢得够多，你才能够组织政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最忠心的人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鼓励渣男的行为，
为什么要鼓励渣男行为呢？因为在集体的层次，一直想要去追求他得不到选票的那个渣男，才会是最照顾全民的渣男。但这个东西很像没有发生在国盟身上哦，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区中的那个中，其实本来就是跟可能华人选民想象的是很遥远的。 OK， 那个区中的部分你其实要这样看，我们刚才有谈到说两县制的问题，我们在过去1984年当时的这个华团的民权委员会开始谈两县制的时候，那个想象是基本上以英国有一点点美国的那个政党体制作为基础。我们拿英国来看就好，你基本上两个大党他们的那个党员结构都相差不远，因为英国大部分是讲英语的白人，信基督教的白人，那么你其他的少数族群也会跟着融进去，所以你两个大党是在阶级上在经济政治上有明显的差异，但是不会是族群上的差异。他们同文同种嘛，对吧？严格就广义来说是同文同种，所以它就变成这样的竞争。那我们那时候的想象呢，就是国阵已经是一个多元族群的联盟。那如果我们今天要去挑战国阵，你不可能他的对手是一个纯马来政党，一个或者纯华人政党，你拿不到足够的票，你就要一个国阵的镜像 mirror image。所以我们就那时候想象就是你需要另一个多元族群的联盟。当马哈蒂把拉扎利赶出巫统的时候，拉扎利就成立了46精神党。46精神党把行动党跟其他小党组织成一个多元族群的联盟，叫做 Gagasan Rakyat。 另一边他和伊斯兰党和一些小党组织 Angkatan Perpaduan Ummah， 一个是穆斯林，一个是多元族群，但是你其实就是一个2合1的联盟。那这个联盟问题是90年赢不了，95年赢不了，95年之后就解散，然后等到安华被马哈迪丢进牢里，开除丢进牢里，那你就出现第二个联盟，这个联盟就是Barisan Alternatif 替代阵线。那这一次呢，行动党跟伊斯兰党就不需要自自渊渊，他们就直接跟公正党绑在一起，安华的公正党绑在一起，所以你有两个联盟。但是这个联盟也活不了，因为在他们赢不了第一届，在第二届的时候其实就解散了，实际上就停止运作，因为行动党退出2001年的时候退出。那到第三个联盟呢，是在政治海啸之后才成立的，2008年的，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民联Pakatan Rakyat。他们在2008的那个海啸中是有15名的盟友，就3党一起打，但是不敢讲说我要一起联合执政什么之类，赢了之后才来执政，选后才组民联的。对，这个呢，到了2015年的时候就解散。首先是2013年他们没有办法赢，然后安华西域那个是去世，然后国阵用互动去计划去引诱伊斯兰党走回偏锋，然后就解散。所以你第3次解散，你就没有了这个多元族群了。然后第4个呢，就是西蒙了。对，西蒙赢的时候呢，发生什么事？国阵成为第4个消亡的多元族群联盟。因为本来你的想法上说，西蒙赢，国阵输，但是国阵还有79席啊。很像是没有一个在反对党位置的多元联盟能够 sustain 的感觉其实应该这样讲，在我们这个制度下，你第2个联盟都很难活得好，因为今天的国盟其实是单元的，但是你看今天的国盟也很惨，它也很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制度就是要老2活不下去，老2活不下去，你就没有办法轮替，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制度性的问题。但是我现在要看回去，是你说的为什么我们这个多元族群政治在选后让我们失望，2018年选后让我们失望，因为你在2018年之后，你去看我们两县制，其实不存在很单纯的两县制，因为你至少是3+2，就是在
中央在全国的城市，你有3个阵线：西蒙、国阵、国盟。然后在沙拉越有一个 GPS， 在沙巴有 GRS， 沙巴有更多小党，但是你大致上你要继续用两边来看，就是用朝野。然后你发现一个情况什么呢？在朝或者在野，只有一边是多元的，另一边是单元的。当只有你一边是多元，另一边是单元的时候，单元的其实是没有诱因要往中间走。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当国盟我们以那个喜来登事变之后的国盟国阵联合政府来看就好了。国盟跟国阵当然会想办法说要拿回华人票、印度人票，但是怎么样跟西盟竞争？西盟是远远超前的，你怎么样去抢，你也很难抢回那个选票。所以到最后你会觉得说，如果我要去抢选票，抢不到，反而可能让原来的马来选票觉得说，那你跟西盟有什么分别？我不如巩固我的基本盘。所以单元的那个阵营是没有诱因要去抢你的票的，它可以给你一些好处，可以在姿态上放软一点，就我不一定要赶票，但是我是不会做出更大的妥协，因为那是一场我没有办法赢的竞争。所以我为什么要这样笨？我要拿香跟拜，我跟不了。但是反过来说，多元族群就有一个问题：第一，你没有办法说好，因为它是单元，我不要拿香跟拜，我就继续拿我这个维持我这个基本盘。原因是什么呢？你的马来选票会被他拉走啊！你马来选票本来就很低，但是如果你被他拉走，你就不可能赢了。因为我们的这个选举制度不仅仅是因为马来人在选民中有60%的这个实力，而是我们的选区划分也放大他的权力，所以你变成你很难说，我维持我基本盘就好，我一定要拿马来选票，我不拿马来选票我就很难赢。明年其实有一个很惨痛的教训，就是2008的时候，他们的选票不过半，打破2/3。对对对。那到2013的时候，他就是想办法把这个选票拉高。2013年选举是5月5号，那时候的口号叫做505换政府，你就把华人票、非马人票吹出来，因为感觉上就是乌统就要倒了，伊尼咖喱啦。但是你看到的其实就是马人选票怕了，所以有一小部分回流的结果就是民联在总票数上过半了，50%，但是你的议席没有增加。那时候安华还有发那个黑色集会的，就是抗议这个东西。因为那时候是说，这是因为作弊，但其实作弊的那个如果有成分不太高，基本上是因为你的票流失了那一点就没有办法。所以如果我们要回顾的话，其实2013年之后有一股反民联的浪潮跟今天很像的。那时候有一群人叫自命为法家，那应该是在跟马哈迪结盟之后是吧？之前都好像有了。OK， 因为跟马哈迪结盟差不多是2015、2016，但是那段期间就出现什么呢？那时候因为民联觉得很清楚说，我们如果要赢得政权，我不可能继续功亏一篑，对不对？我一定要把那5% 的选票拉回来，所以他就会想办法说，我要怎么样往中间走。以前那个版本上可能是还包括废除马来固达，但是可能在2013年505之后就慢慢右倾。当然马哈迪是一个节点。马哈迪的情况呢，就是当马哈迪从乌统出走的时候，他就解决掉这个问题。2013年民联在选票过半，但是在议席还是卡在1/3，你就是过不了。过不了的时候，民联就开始要往中间，要更加照顾马来人。所以那时候在很多非马人角度去看，就有双重的挫折。第一个挫折就是我们明明选票过半，但是不能够换政府，因为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你不是比例代表制，然后你的first past the post 有很严重的选区划分不均不公的问题。因为他换不了，因为那时候的民联知道说他要往中间走，然后你就发现说民联走的步伐陈元党走法不一样，伊斯兰党是走得最远。伊斯兰党觉得说我们要拿回马来人选票，那反正短期做不了政府，如果要做政府搞不好就是要靠马来人过来，所以他就去
重新再谈那个胡德刑法的问题。那巫统就引诱他说好，你继续去谈，因为他最重要的就是分裂啊。所以你看到的那个情况，我们今天看到的当年都有。我觉得这样子讲就很清晰，因为刚开始就是有一群华人，我们可能就法家的那一些朋友，他就会觉得西蒙已经背叛了。现在给我的感觉是这个规模扩大了，就是有更多人是有 share 他们当年的 sentiment， 所以他们有一些我最近遇到一些法家朋友说，哎，我们当初就已经讲过了，就还是受的那种感觉。你们现在才发现，所以它只是一个迹象的扩张，可以这么讲吗？有不同的层次，因为在2013年，基本上那个挫折在于：第一，不能换政权，就是选票无效论；第二个呢，是觉得说民联开始变心，我觉得这个要用变心这个字来讲，你用渣男嘛，所以是民联开始变心，就是从很勇猛的谈说一个多元的社会，到变得战战兢兢，不要得罪马来人。其实也因为他们过后就放了很多马来候选人去出赛。我们要看回去那个情况，那个情形是2008年政治海啸的第一个变化就是把温和的阿卜杜拉拉下台。这个安华是有责任的，因为安华急于要变天，所以就损害了这个阿卜杜拉的正当性。阿卜杜拉下台之后就是 Najib 那个时候还没有 1MDB， 但是他有敖丹图亚，所以他是有贝州污点上台的，所以他就急于要抢这个非马来人的市场。因为我们制度讲了嘛，你 first past the post 的结果就是他其实是要让政治人物变得犯贱，就是选民爱你，你就可以把他晾在一旁；选民打你，你就要回去闻他的手，你要把他讨好回来。所以2008年这个马来选民和非马来选民都抛弃国政，但是非马来选民是更彻底的。所以从巫统角度去看，你抛弃我就要回来求你啊，因为我犯贱，这个制度就是要我犯贱嘛。明白。所以他就求他。那么拿就上台，因为他本来就已经有敖丹图亚的污点，所以他就去得更近。你年纪够大的话，你就要记得这个口号，叫做一个马来西亚 One Malaysia，People First。Performance now， 就是用很具体的立场，不去跟你谈什么很具体的措施，不跟你谈什么意识形态，我就是要让你日子过得比较好一点，我要对你比较温和一点，就很对华裔选民的胃的。对，但是为什么他不成功呢？因为308打破了国政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维持权力的机制。国政的这个机制从1969年后，国政的这个机制建立在两种害怕的情绪上面，一种就是马来人怕换了政府 NDP 新政策就一无所有，马来人的保护伞。华人呢怕乱，因为513的解读就是换政府华人就会遭殃。所以过去你看90年的时候，本来两边都要反，但是最后1分钟，马哈迪让马来人他玩登古拉扎利戴那个卡达山冠冕，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基督教的十字架，然后用这个挑起马来人的恐慌，所以马来人就怕换。然后仅仅华人不怕乱，你没有办法这个扭转乾坤。到99年，觉得马哈蒂迫害忠良，就是为安华打抱不平，生气到他们忘记怕换。但是因为98年前一年印尼发生排华暴乱，所以华人会怕乱，所以那一年如果你记得，有些家庭一听到选举要到，就赶快去杂货店把梅记面买回来囤起来，怕暴乱，怕戒严。所以当华人怕乱，仅仅马来人不怕换，你还是变不了天啊。308为什么差一点30席就倒，这个国政政府倒台，是因为前一届大选2004，阿卜杜拉赢了91%的选议席，这样稳的议席，马来人怎么可能怕换？华人怎么可能怕乱？大家都不怕吧，因为觉得说你太强了，我们把你砍掉28%的议席，你还是做政府的。但是这样的想法，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个政府就剩下64%的议席，
它掉了接近25%的议席。对，他林志玲赢很多。但是因为我们的首相当时候的阿杜拉他是君子啊，他不去搞什么暴乱的事情啊，所以你不去搞暴乱的事情，大家慢慢就接受说换政府也不会乱。因为这个原因，那就很出面的争取华人选票拉不回来了，拉不回哦，因为你心态上不怕乱，而且在那个选择上，明联是给我的承诺是更贴近我的想象。是。如果但是你怕乱的话，你会觉得说你还是可能会选国政，因为你觉得说选西门可能他给你答应给你星星和月亮，但是下一次明天可能就暴乱了，你会改选。但是因为你知道暴乱不会发生嘛，那就是东姑之后 Ismail 之前巫统历任首相里面最开明的。那不只是因为说这个人留过学，他可能比较开放等等，最关键的原因是他背后有2个包袱，一个包袱是他自己的奥丹杜亚的血案，所以在开头就给人家觉得是这个是黑暗首相。那第二个呢，是因为巫统到了这个唇亡之际，308，你整个国家整个国会就签30席就可以变天。但是国家没有乱，国家一旦没有乱，你这个513留下来的神话，就是如果变天，华人就会成为暴乱的受害者，就失效。一旦失效，继续投国政就不再是理性。所以其实反过来讲，本来这个多元联盟的模式在马来西亚就很难 work。当年能够 work， 其实是因为有一个威权体制，靠恐惧，两方的恐惧才维持到。对。但为什么它不能够 work？ 是因为我们这个要回到去我们制度的问题。一开头的时候，你可以说是富也是祸。First past the post 这个制度必使巫统和马华在1952年吉隆坡市议会选举合作。合作之后，他们发现说，我们合作，我们可以把选票互补，然后又可以权力分享权力，可以取信英国人说你撤退之后，这个国家不会乱。那他就把它扩充到容纳印度国大党，所以1955年就奠定我们的整个体制。我们的2018年这个体制是从1955年开始的。那么这个体制下呢，你当时的想法是说，3个族群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利益，国家要乱，就是因为族群不能妥协。所以最简单的想法就是，如果3个族群都可以妥协，那应该国家就很安定了嘛，对不对？所以这是当时英国人想法，当时大多数人的想法。那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有选举，你有选举的时候，巫统不可能没有马来人对手，马华跟印度国大党不可能没有非马来人对手，所以当这些对手出现的时候，他怎么样跟你中间竞争？刚才我们说，你把这个光谱拉成一条线，从左到右，或者说一边是非马来人，一边是马来人利益。那当时的联盟就是巫统、马华跟印度国大党，他已经占住中间的位置，所以你的伊斯兰党要怎么样跟你竞争，抢中间的票，抢不到的嘛，因为你没有可信度而言啊。那你另一边非马来人的反对党，就是中间亲左的，不管以前是这个劳工党、人民党，还是后来的那个民主联合党、霹雳人民进步党、民政党、人民行动党、民主进步党都好，你也没有办法抢到这边的票，就走去中间。你的打法呢，就是各自攻击中间走中间路线这个政府出卖。就伊斯兰党会说巫统出卖马来人，出卖伊斯兰教，非马来人的反对党就会指责联盟马华联盟出卖华人，出卖印度人。所以你两边打的情况下，就变成做中间这个一定是面对左右夹攻的，你怎么可能两边赢？所以在一个程度上，它是这69年的选举和之后的513暴乱，就变成这个中间派政权存续的关键。因为那一次选举当中，我们一般人的理解是，这是用近代的话来讲，是华人的海啸。因为非马来人的反对党从6席变到
25席，伊斯兰党的选票从9席变到12席。但是如果你把这些选票整合起来看哦，我们讲整体的数字啊，非马来人反对党的选票总比例没有变，就大约 25%。伊斯兰党的选票增加了10个百分点，而联盟的选票刚好掉10个百分点。所以那是马来人的海啸，马来选票更多，只是反映不到在议席上。它反映不到在议题上，为什么？因为这个马来人的选票它并没有集中到那么厉害，就是本来伊斯兰党就没有吃亏太多，但是非马来人反对党吃亏很多，因为上一届选举1964年的时候大分裂，因为你有中左跟极左斗，所以那选票就分裂了25%的选票，但是你议席只有6席，因为打得很散。等到你69年的时候，战场已经被清理了，因为劳工党退出舞台，人民党不成气候，然后3个非马来人反对党，就是行动党、民政党和霹雳人民进步党，他们达成协议，就是不搞三角战，所以他选票就集中。所以在这个制度下，你就翻身了。然后翻身的结果就是69年对马来人的冲击，就是觉得说我可能会一无所有。中间派政权在我们这个制度下是在选举中不讨好的，因为你强调中间位置 ，right？ 所以你的两边的对手一定打你的嘛，你不可能两边讨好的嘛。但是因为这个69年的选举，他暴乱，让巫统掌握政权，所以巫统就用一套威权的形式稳住他政权。稳住他政权的方式，在具体的这个落实上，它有3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在政策上强力亲马来人，所以经济政策、国家文化政策，奠定他是保护马来人的那个，所以他的选票才不会再留给伊斯兰党，所以这是关键。那么他要怎么样确保非马来人不反对？他就是要压制民主，从这个选区划分的不公，把吉隆坡从雪州划出来，变成没有州政府的联邦直辖区，都是它一部分。当然，你还有闪动法令等等。然后第3个呢，就是成立国政，把反对党包括东马的盟全部收进去，收编。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维持。那到了纳吉的时候，就这个政权，他就靠那个恐惧，这2种恐惧维持下来。马来人尽管掌握大权，但是他很清楚说，这个大权是因为巫统，所以如果巫统倒，没有人担保我还会有这些，所以不会有软着陆，就是一定是 crash 的。所以马来人有很强烈的这个危机感，很多华人看不懂，华人觉得说，你明明那么强，你怕什么？你站在马来人角度，你就不会觉得你很安全啊，因为你是靠这个政权把你撑起来。所以你觉得说，就算要改革，我必须要有能力确保我不会一夜之间一无所有。这个是很强烈的诱惑。那华人的情况是因为513觉得是怕乱，觉得就会乱。所以308之后，308对这个政权的解体的关键就是华人不怕乱，因为没有暴乱。是。然后2009年他还搞过那个巫统里面一批人要去搞那个牛头，结果搞不起来。然后你已经隔很远啊，因为我不可能7月看鬼片，然后8月发噩梦，是不可能隔那么久嘛，对不对？然后等到2011年 Bersih 2的时候，那时候巫统是想办法要制造那种暴乱的氛围啊。那时候 Ibrahim Ali 一个希腊团体，甚至是凯利加马鲁丁的巫青团，都用不同的形式暗示你可能会发生暴乱。但是华人是上街，因为等到上街，你发现说政府抓了1600多个人，最后当天要放你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政府玩不下去，就是他没有条件制造暴乱。一旦没有条件制造暴乱，支持巫统就变成非理性行为。308之前，你可能觉得说，明明这个政府这么种族主义，你还支持他，你可能觉得说他没有气节，没有悲追，没有原则，没有胆量。但是你不能说他非理性，他在交保护费。对啊。但是你一旦发现说没有暴乱，我为什么还要交保护费？所以
纳吉是很清楚，他不开放，他就是亡国之君。但是当他在2013年的时候发现说，这个大选发现说华人选票没有回来，反正是那时候他外包给像 Ibrahim Ali 的那个 Bagasa， 把那个马来人的忧患换起来，让那个选票回流。所以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阿巴吉纳茂，因为他的感觉上就是他觉得他是负心的，他是被辜负的人，他不是渣男，他觉得说是华人吊起来吗？我去到这样近了，你还要我什么？他被自己的民族骂太清华，结果他还拿不到选票。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你看到在2013年之后，他的转型就是他反过来他又用回威权那个方法有一部分他的做法就是把安华送进牢里面去 ，OK。但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看到明联面对明联重蹈过去2个反对党联盟的覆辙。过去的反对党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一旦发现说没有希望，他就觉得没有必要走中间路线，因为走中间路线就是要做政府做政府我做了部长，我就有钱可以派，我有钱可以派，我就不用做英雄，这是很简单的逻辑了。就是做议员跟做部长是2种不同的功能，不同的角色。做议员的时候，我就是要敢怒敢言，因为没有钱派，尤其是有反对党，我就是一定要敢怒敢言，我就是做大戏给你看，让你觉得说至少看得爽，然后明年下次再投给我一票。但是如果我做部长我如果每天做部长还是搞大戏，每天上演大戏，6国大风向，国家一定会乱，大家就会怪我。然后我不需要这样子做，因为我做部长，我有钱可以派，我可以收买人心。我收买人心之后，大家会觉得说 OK 了，你不需要这样做大戏，你不做英雄不要紧，因为你照顾我。所以任何政党上台一定会变得温和。他理性，他就会变得温和，因为他要照顾全局。从最忠实的支持者的角度去看，你支持的政党一旦做了政府，就很难不变成渣男。那你会怎么样？因为我觉得这个挺有启发，是它有很多借鉴的意义来看现在的马达利政府或是安华政府。你觉得他是怎么样？就我自己的感觉是，他可能在政策上会有右倾，要争取马来人选票。那他的手法是怎么样的？ 在你自己的看来，我觉得我们今天要看回去这东西，马达利这本身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词，但是安华是 under-deliver， 马达利我们一般理解为成文明。昌明华文昌明我们一般把它理解成昌明。那它的意思其实是城市。当你说 Masyarakat Madani Civil Society 的时候，它的那个脉络是一种城市的文明生活。那这个城市哪里呢？马迪纳，就是先知回到麦加之前10年的根据地，那是一个多元族群、多元种族的社会。先知穆罕默德是被盈利的流亡子，就是他被这个麦加的原住民赶出来，但是马迪纳说我们需要一个政治领袖把他盈利过去，然后他那边把这个多元族群的社会管理的很好。就一方面是穆斯林的政治和宗教领袖，另一方面是所有人的政治领袖。所以当安华早年提出马达尼，到后来他真正用马达尼的时候，他智囊当中，他的伊斯兰主义的智囊当中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处理穆斯林跟卡菲尔非信徒的那个问题。因为这是伊斯兰党在2015年之后一直玩的课题嘛，就是要强调穆斯林跟非穆斯林不一样。所以哈迪亚湾会跟你说，非穆斯林可以做部长，但是他是执行的部长，不能是决策的部长，他要跟你区分这个。那么安华当然知道说，你要走多元族群路线，你已经谈这个权力分享，你不能够如此公然的歧视少数族群，你不能在国际社会上变成过街老鼠。那么他就想用马达尼这样这个概念来处理这个问题。就是你要谈的是一种国族的重建，一种包容的伊斯兰，但是
他没有那个毅力，就是你每一次看到说，当马来右派或者是马来反对党玩这个课题的时候，你没有看到安华或者他的穆斯林伊斯兰主义智囊把马达尼拿出来压他，他没有，所以你看到他在这方面是很弱的。马达尼到最后变成什么？变成 Rahman 关怀，就是那个部分他做到。对，他常讲还要对付马哈嘎亚，要照顾底层人民，但是他们不敢把他当出意识形态的武器来面对穆斯林民族主义的右派，他不敢。所以其实他上台，包括他用马达尼，其实就跟Najib用Satu Malaysia，他的意图一个是要弥补，要争取华人票，那他其实就是因为他多元联盟上台，他最重要，或是他认为最重要的考验就是从伊斯兰党那一边、国盟那一边拉选票。对，他那个马达尼本来是想说，我要用伊斯兰的这个框架来正当化我的多元政策，但是他可能就心力都不足，他有点走掉了。我觉得他就是避开。你看到马达尼的时候，就没有看到说马达尼真正去谈这些问题。有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没有跟马达尼拉得很紧。比如说他谈国民团结，你没有看到特别强调说跟伊斯兰的连结。我觉得他可能有点心虚。我不会同意那种说法说这个安华终于露出他狼子野心，他本来就是一个伊斯兰主义分子，所以今天你看他所有的这些包装全部卸下。不是，我觉得安华本身经过不同阶段的这个演化，他要是走中间路线，他不可能牺牲他的伊斯兰，但是他的伊斯兰是包容的，只是在面对现实的时候，他做不到这一点。明白？他不敢拿出他的马达尼和宗教右派交锋。我可以这么讲吗？你会认同吗？就他落得一个拿着多元联盟的票上台，想要去讨好所谓的可能比较穆斯林的 base 的选民，可是也不成，又辜负了自己的基本盘。你要看到说，一直到2023年州选之前，国盟没有放弃把他拉下来的那个心态，所以那时候有不同的兰卡、Dubai、兰卡、雅加达、兰卡、兰登，他一直想要把他拉下来。然后他们最后一季就是州选，因为他那时候想说，如果那时候是3个西蒙的州、3个伊斯兰党的州一起选举，然后他的说法是，如果只要任何一个州西蒙的州倒，那么就表示这是选民在公决中否决安华，那巫统就应该跳过来，就是要把这个圈拉下去，但是没有。所以在此之前，安华是处于守势。之后，安华就稳下来之后，他的做法就是我要怎么样赢得第2届选举。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谈话，我们我觉得总算比较能够清楚，就连接回很多历史，会知道说政府的那个操作逻辑跟我们现在的背叛感，它可能是有一个依附的，或是有迹可循的。是，我觉得我们要从制度面去看，就是人的行为很少是因为本能冲动，因为我们不是一般的动物，我们远远比较复杂，我们回应我们面对的诱因。我觉得可能这个认知上，或许他没有办法解决什么，可是最起码我知道说我是为什么落入这个境地，可能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那个疑惑或困惑，最起码得到解开这样。而且有讲可以补充的一点就是，政治体制它包含不同的考量，有时候这些考量是看起来是矛盾的。比如说，为什么你觉得政党会对你负心？明明你给他最多选票，为什么他置你于不顾，反而去追求一些不支持他甚至反对他的人？是因为这个制度要求他如此。了解，制度希望政治人物都变成不同程度上的渣男，因为唯有如此，他才不会只有党派之私。因为如果每个政党只照顾自己的忠实支持者，做自己的票仓，国家就会四分五裂。
但是这个制度去到太远，选民就会觉得说被背叛，你就觉得说，那我为什么要投票？所以我们是要如何取得一个平衡？但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你理解你如何在这个局中。对我们一般人的挑战是，应该这样说吧，你在任何国家，你都可能觉得说，我不大能够理解为什么政治，因为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是在像我们这种民主化时间相对短的国家，如果你用2008开始，我们就是18年。如果你去到说第一次两县制大选90年，我们也不过是36年。这相对短的时候，我们对民主的认识很多时候是在很形式上的。我们看到说，有投票权就是民主，那只是一部分。民主要有意义，不仅仅是投票，不然同额选举也有投票，那有什么意义？你要的其实是竞争，到最后说了白就是分裂。没有分裂就没有民主，所以我们应该是正面看待分裂。但是我们传统的想法思考，不管你是哪一个文化背景，你都被训练成说恐惧分裂。所以我们小时候华人的话，你读那个课本说一根筷子直的断，一把筷子直不断。马来文你说 bersatu kita tegur berpecah kita rebut， 全部都一样。但是那样的这个对团结的重视是在前现代的脉络里面是很真实的。你如果活在原始的时代，你面对或者说你今天在一个混乱当中，你当然就是要一个单一的领导中心。你面对战争，你不可能说每个东西我们慢慢来谈，你就是要很清楚大家团结在一起。但在正常社会、正常的现代社会里面，我们是靠分裂来维持的。我举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喜欢看足球，我们喜欢看运动，运动什么？运动就是分裂。好，我觉得我们这一期其实信息量很大了。黑暗中的希望呢，其实会有3集，那这个是第一集，第一集更多是跟Prof 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所身处的困局。那接下来第2集呢，我们就会来谈谈，像是 Prof 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象，或是对好人跟坏人，对一些团结的价值，一定要凝聚起来的价值，有一些过分或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那我们第2集继续再谈。